我瞧出来了，你们不就是不待见我吗？成，我走，我离家出走还不成？把他绑起来！我看谁敢！我的话没听见吗？把他绑起来！把他给我捆起来！赵胡子，你不是我爹，你不是我爹，狼雕才是你儿子，狼雕会叫你爹呀！下去！狼雕才是你儿子，大哥，赵狼雕叫爹呀，叫爹呀，狼雕！关大哥，得罪了。胡子兄弟，你没得罪我，太给我面子了。不能谢我，这要不是狼雕兄弟拦着，我今儿祸可惹大了。要谢就谢狼雕兄弟吧。狼雕兄弟，谢谢你了。不用谢，何老板，大当家那是误会你了，以为你跟守卫团的勾结在一起。我没有，我没和守卫团勾结在一起。我的错，我的错啊，东家，我开始拿守卫团想吓唬大当家的，没想到大当家呢直接就火了。那个大当家的，对不起啊，都是我错，对不起。你干啥呀？哪是你的错？要没有你救我的话，那赵三郎就把我给祸害了。山杏，赶紧谢谢大当家的和狼雕兄弟。快谢谢狼雕大哥和大当家的。大点声！谢谢大当家的，谢谢狼雕大哥。胡子兄弟，我先走了，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，跟我说一声，我在所不辞。好，不送了。哎，山杏，白明，跟你嫂子说啊，我可没干坏事。哎，你放心吧，大当家的走了啊。那家的，狼雕啊，你对那个柳叶儿还真的上心，是不是？他一直是我最听话的人。选个日子，把他接到山上来，给你做压寨夫人。谢谢大哥，但是他不愿意上山。咋的？瞧不起咱们？不是，他是觉得干咱们这行的太危险了。是啊，是危险，不定哪天就掉脑袋。东西收拾好了，拿了走吧。不是白丽花，你是不是特别希望我走啊？不是你在街上让我收拾东西，说娘不留你在院里住了吗？咋又赖上我说我希望你走？我在家不碍你眼吗？我咋了？你碍眼了？你把话给我说明白了。我把话说明白了，你还是自己先说明白了。我啥也没做，我说啥呀？你啥也没做，你今天跟魏佳英在大街上嘀咕啥了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我问他山杏的事儿。你没跟他说我三弟的事儿？三弟的事儿我说啥呀？你告诉他呀，他好到石灰园子去请功啊。你是不是疯了？我跟他啥关系啊？我让他去请功。我告诉你，白丽花，今天石灰园把我找去了，铁青着脸问我，要不是我反应快，我他妈就让石灰园给毙了，你知不知道？跟我有啥关系啊？就是你把我三弟的事透露给了魏佳英，魏佳英到石灰园子告的密，石灰园才找的我，你跟魏佳英根本就没断。关老二，你别以为你自己爱偷腥，别人都跟你一样。我偷啥腥了？你逛窑子不是偷腥啊？你有什么证据说我逛窑子了？真让人谁不知道啊？那也是你给我造的谣。那个臭娘们儿，你在外头勾搭野男人，回来还埋汰我。你说我勾搭野男人，你有证据吗？拿出证据来啊！我看你就欠揍了。来呀，揍我！我揍你咋的？我揍你咋的？哎呀妈呀！你可打我！哎呀呀呀呀！哎呀，叫你敢打我！个臭娘们儿，你还敢打我啊！我让你打我！我让你打我！我让你打我！我叫你打！哎呀，我还叫你打！啊，娘，有这么打媳妇儿的吗？啊，怎么的？这是不想过了？这是啊？哟，咋回事啊？啊，娘，他非说我和魏佳音有啥来往，明明
是他告诉我三弟是游击队员的事儿，可是转过头来他就说我告诉了魏佳音，让魏佳音去邀功。你说他还是个人吗？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出去！永远别再回来了！娘，我知道你不待见我，总说我没出息。可是我告诉你，今天是我在佘奎元面前给你讲情，佘奎元才饶你一命。就你咋的？你瞧不起我呀？佘团长可器重我，佘团长委任我为特务队队长了。真是犯贱了！当了佘奎元的一条狗，扔给你块饼子，你就美成这样。你别管我是猫我是狗，我告诉你们，以后你们有啥事儿犯到佘团长手里，我看你来不来找我。你就记着，我就死在守备团的手上，我也不会求你。滚！赶快给我滚！我不想再见着你。行，我滚！从今以后我也不回来了。我滚！丽花啊，你也搬出去吧。娘，老二当特务，你撵他走，我又没当特务，你为啥也要撵我走啊？你们俩不是两口子吗？您都不认他这个特务儿子了，我也不认他这个特务丈夫。我不走。行啊，你要不愿意走，你就留在这儿。该杀了关老二，下天打雷劈了他才好啊！气死我了！小小气，气死我！多悬呐！要不是大命的话，今天在土匪窝子就出事了。东家，你看你说的，你养我干啥呢？啊？哎，林大明啊，遭了这么大罪，事儿办成了没？办成了。什么事儿？东家，跟你说件好事啊，王政委啊，送出去了。送出去了？啊，送走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总算这块石头落地了。哎呀，行，这罪呀没白遭。我告诉你们俩啊，以后这种事儿少管，那可要出人命的。哎，你赶紧到老关家看看去呀！我这不刚回来一会儿吗？我去看什么呀？看看山西和你岳父回来没有？我刚刚才进门，这一会儿他们就能回来了。哎呀，这时候还没回来，能不能出什么事儿？自丑三龙，跟他们没完我。行了，怕这还有用吗？此仇不报，我誓不为人。老关家来人了，一定是他们回来了，快迎迎去！不用迎了。二亲家来了。哎，庆庆和山杏呢？我还想问你们呢，他们没回来。回来我就不来了。哎呀，这个赵胡子想干啥呀？这，你俩先出去。土匪能干啥呀？要钱呗！你们赶紧准备钱啊，我好派人送山上去。要钱？走吧，跟我去老魏家。上那去干啥呀？你忘了，今天是你们俩成婚的日子。我不是被土匪给劫走了吗？这不放出来了吗？爹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不嫁，谁爱嫁谁嫁。不行，上次接亲你就没去，这次你要再不去，让人脸往哪儿搁呀？人家日子还过不过了？我不嫁。哎，大小姐，你答应了就得去。向谁说话呢？像是你说话呢，你听东家的啊，去，你去，不就没事了？行，我去。把裙要掏来给我呀！哎，我说话就不好使，大明两句话就去了。啥？2
白大洋。关世才，你今天来是敲竹杠来的吧？魏家英，你是不是以为你当个小副官就敢跟我根儿嘎的啊？我告诉你，在家里论，我是你的长辈；在守备团论，我是特务队队长。你只是个小副官，说白了，你就是个跑腿学舌的。我告诉你，以后你少在我面前摆臭架子。你是特务队队长，笑死个人！不知道了是不是啊？你以为你到佘团长面前去告我刁状，团座就会把我怎么样吗？你错了，你别忘了，我娘是团座的救命恩人，啊，她非但没把我怎么样，还提拔了我当特务队队长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守备团可真是瞎了眼了，让你当特务队队长。加油！二亲家，这事儿还是咱俩商量。你看，前些日子我们家刚刚着了火，你现在让我上哪整200块大洋去啊？你上哪整我不管啊！我们家山杏是不是你家轿子给劫走的？啊！出事以后，我大哥才上的山吧？而且是你们家跟土匪有仇，是吧？我家山杏跟我大哥才跟着吃的瓜烙，所以你们必须准备200大洋。二亲家呀，这200大洋不是我们不拿，是我们没有，我们拿不出来呀。赶紧去颠着去呀！我上哪儿颠着去啊？你上哪颠着我不管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大哥和我侄女要有个3长2短，我让你们全家人抵命。哎呦我的妈耶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你咋办也不咋办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，动手啊！现在要啥命啊？要命！哎呀，亲家回来了，回来了，这不是吗？这回来了，回来了吗？回来了，咋回事？要谁命啊？亲家，二亲家跟我们要200块大洋，说是要到山上去赎你们，要是拿不出钱，就要我们全家人的命。老二，你在这添什么乱呢？我这不也是为了你跟山杏着急吗？你真想赎我和山杏，你拿自己的钱呢？在亲家那拿什么钱？行了，我这好心还变成个驴肝肺。行了，你们回来我也就放心了。就是讹人呢。宁大命，你说谁讹人呢？说你呢，咋的？你不是讹人啊？你铁架子面谁远谁近，你不知道？老二，山杏，我看土匪也没把你怎么样，哎，他们咋就把你放出来了呢？咋的？这放了你还不高兴啊？不是你伙计，你插什么嘴？我问你家大小姐呢。是，我是伙计，没您尊贵。但你有本事到山上把我们大小姐救下来啊！啊，你别在家里瞎着急啊！咋的？山杏是你救的？可不咋的，要不是丁大命，那我就……大小姐，是我们大小姐自个儿救了自个儿啊！她把赵三龙给吓着了，差点啊，给吓抽风了都。山杏，你有这么大本事呢？把赵三龙都给吓着了。我不是有本事，我是有病。石静，你有啥病啊？大命。哎，大小姐，你放心，我会一五一十的告诉他们的。啊，赵三龙不是要娶我们大小姐做压寨夫人吗？洞房都入了，就在他要动手之际。之际，咋的？你听不听我讲啊？你说，你快说。正当他要动手之际，看我干什么？接着讲啊！突然间，山杏一口血喷到了赵三龙的脸上。啊！山杏喷血了？不是山杏，你咋就喷血了呢？因为
们大小姐她得病了，得的是痨病啊！山杏得痨病了。不是，什么时候得的呀？什么时候得的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反正赵三龙这一下子，一口鲜血涌了上来，啊，像喷泉一样，啪就喷在了赵三龙的脸上。那赵三龙的爷爷奶奶那是得痨病死的，你知道吧？不知道。啊？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吗？哎呦，赵三龙爷爷奶奶得痨病死了。赵三龙一听说山杏痨病，嗷的一声就跳起来，屁滚尿流往外跑啊！边跑还边喊：“不好啦，要命啦，痨病来啦！”这样，我们大小姐就得救了，是痨病救了山杏的命。不是山杏，你是真得痨？有吗？大小姐，大姐，哎呦，血！咋了？慢走！哎呀，你这孩子跑哪去了？你说，哎呀，找找吧，找找吧。佳英啊，佳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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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跑！你说能不能出去了呀？那找找去，快点！佳英，你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缸里。缸呢？哪缸啊？缸。家。哟，他们走没走？走了。哎呀，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？你把你老丈人和媳妇儿晾在那儿，你怎么还一个人跑了？你还藏缸里了？你娘，你知不知道这肺结核有多严重啊？啊！你随便喘口气儿，你吐口吐沫，那都有可能被传染的。刚才他在咱们屋里吐那么大一滩血，我跟你说啊，今晚要是那屋不消毒，咱们谁也不能进那屋。呀，山杏不是痨病吗？咋叫肺结核呢？哎呦，爹，你不懂，我上学的时候都学过了，学名叫肺结核，咱老百姓叫它叫痨病，而且他现在已经开始吐血了。那吐血就是进入开放期，我跟你说，谁沾谁死呀！那咋办呢？反正不能留在咱们家了。哎呀，人家已经走了，走得好呀！哎呦，终于走了，不走我怎么出来？我跟你说啊，哎呦，从今往后，坚决不许他跨进咱们家大门一步。那这个媳妇儿你不要了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长再好看我也不要了。那你啥意思啊？打一辈子光棍啊！哎呦，娘，都什么时候你还操心这个？就你儿这样的，溜光水滑的，还愁找不着姑娘啊？那看上我的，那不得一群一群嗡嗡的呀？苍蝇啊？什么苍蝇？马蜂子！啊！苍天有眼啊！山杏那口血吐得太好了，他要不吐那口血，真成我媳妇儿了，那我不就倒了血霉了吗？我啊！感谢苍天，苍天有眼啊！呀呀呀！完了，完了，傻了，这孩子傻了。嫂子，哎，我都2顿饭没吃了，饿死我了。是吧？快吃快吃。这么大碗啊！大明啊，看见狼雕了吗？看见了，他还让我给你捎句话呢，说他没干坏事。当土匪还能不干坏事？嫂子，我跟你说，这回要不是狼雕大哥，我跟山杏就死定了。这回是他帮你了啊！哎呀，那可挺好的。天哪，可完了！我的女儿啊，可完了！别嚎了！女儿这都得痨病了，你还不让哭？
你要把人憋死。哭有啥用啊？你哭能哭好咋的？平时好好的，因为见他有病，这都吐血了，这得多重啊！可不是嘛。那老病真的没救了吗？醒了还有救，都吐血了，怕是没救了。我30多岁，好不容易生下这个宝贝女儿，一朵鲜花还没有开呢，他爹呀，咋办呢？那可咋办呢？你咋办呢？当家的，你别站着发愣啊！你想想办法啊！咋救啊？都这个时候了，只能听天由命了。我没做什么损事儿啊，怎么这么报应我呀？不公平啊！哎呀，行了，家的。东家，你有事啊，大明？东家，抱歉啊，来晚了。你来早了能咋的呀？我早点来，你们就不能这么闹心了。我听不懂你说啥，赶紧出去，我烦着呢。哎，那我走了。哎，等等，丁大明，你是不是有话要说呀？太太，你说我这么晚过来，你俩还这样，我都不走，那肯定有话说。那你赶紧说。山杏那病啊，假的。假的？假的？哎，咋会是假的？这老问你没看着吐的满嘴是，满手都是血。他吐的不是自己的血。那他吐的谁血？吐的你的血啊？他也不是我的血，是鸡血。鸡血？鸡血？对。咋会是鸡血啊？东家，你别着急啊，你听我慢慢跟你说。你那天不是让我去劝山杏吗？我知道我死活劝不通他，但是你说了，劝不通就得卷铺盖卷走人。哎，我这也没家，离开这儿了，我也不知道去哪儿。我也知道山杏呢是特别不喜欢魏佳英。我想来想去啊，我就想了这么个主意。我有办法啊！啥办法？快说，啥办法？哎呀，哎呀呀呀！这办法到嘴边怎么忘了呢？别催啊，让我想想。我想想啊。林大明，你别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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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你这是咋了？咋还吐血了？你咋吐血了呢？痨病啊！哎呀，你啥时候得痨病了？奶奶，吓人不？吓人！不是我得痨病，是山杏得痨病。放屁！我啥时候得痨病了？你看，你不是不愿意嫁给魏佳英吗？啊，魏佳英把你给娶了，啊，跟你要入洞房的时候，你就噗一口血，你就说我得痨病了，然后他就蹦高跑，绝对不会把你娶。林大明啊，这个主意真的非常好，可是我怎么能哇哇哇吐血呢？你先拿下来，办法我都给你想好了啊！你们看这是啥？这啥呀？这是柳叶做的，用鸡肠子和鸡血做的血囊。到的时候你就放嘴里一个，关键时刻一咬你就噗，多吓人！一咬就噗喷出去了。对呀。丁大命啊，丁大命！你可把我给整苦了，啥也别说了，卷铺盖卷走人。东家，我不是你东家，爱找谁当兵家找谁去。哎呀，大
当家的，你消消气儿，也得消消气儿。他出的鬼点子，差点把我吓死！我消得来气儿吗？你看张大人刚才哭那个样。那个东家，我就是来晚点呗，那你不能不讲理啊！我咋不讲理了？我跟你说的明明白白的，让山星嫁到魏家去，他去了，你就留下；他要不去，卷铺盖子走人。你看，原话你就是这么说的，我说通了。你说通个屁！你就使这个骗局，从家走。这当家的，哎呀，你等等，你让丁大命把话说完。就是你太太说的对，你让我把话说完呢。东家，就是因为我出这个计谋啊，我才把山杏从赵三龙的洞房里给救出来了。要不这会儿你都成赵三龙他老丈人了，太太你成赵三龙老丈母娘了，对不对？我是有过，但后面立个大功啊，这功起码得抵过那过吧？抵得过？行了，你别跟他瞎掺和了。你把老魏家给骗了，老魏家不敢留山杏，山杏又回来了，你这不等于没把山杏劝通吗？东家，我觉得啊，山杏回来是好事儿。是啥好事啊？你也亲眼看见了，那老魏家一家，听说山杏得痨病，嗷一声全跑了，像见了鬼一样。那魏家英也吓跑了？跑了，半人高凳子原地跳过去的，那出那动静都不是人声。东家，咱们老关家，大仁大义呀。老魏家酒厂烧了，一贫如洗的，你们还把姑娘嫁过去，他们呢，不仁不义啊。听说山杏得痨病了，那魏家英跑的比兔子还快。要不是我出这个小小的计谋，你能知道魏家英啥样人吗？啊，这要是一旦把山杏给嫁过去了，万一啊，我说万一山杏有个灾儿有个病呢，那不还让魏家英一脚给踹回来了？这话说得好。娘，大命，哎，接着说。哎，东家，我爹娘啊去世的早。自打爹娘去世以后，我就到你们老关家来了。啊，我真把您跟太太当自个儿爹娘看。我呢是有点喜欢山杏，这不假。但我知道我自个儿几斤几两。断然不敢有着非分之想，这在我心里啊，山杏就像妹妹一样，我就像她哥哥一样，我绝对没往别的地方想。是你们想歪了，正了歪了我不管，就你这么多心眼子，我留不住你，走。爹，你不能赶丁大命走。没你事儿。有。山杏，你说。爹，你知道吗？在赵三龙的洞房里，是丁大命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我穿上，他穿上我的嫁衣留在那儿。那什么地方啊？那是土匪窝子。他赵三龙啥人啊？杀人不眨眼的魔王。可就是这样，丁大命还是豁出命去救我。这跟那个一听见我吐血就跑了的魏家英相比，多仁义啊！反正我不管，你要是赶他走，我就跟他一块儿走。他要是打狗，我就给他拎棍儿。他要是要饭，我就给他挎筐。什么要饭挎筐的，满嘴胡言。哎呀，你不撵大命，山杏能有这话吗？行了，主意是大命出的，事儿是我定的。整出这一出啊也好，最起码能看出魏家英是啥人了。行了，事儿都过去了，都别争执了。大命不能走。都回去睡觉吧。当家的，我觉得丁大命说的挺在理儿。那个魏家英真不咋样。那倒也是。不过丁大命这小子留在咱们家，我还是不放心啊。你有啥不放心的？听他一口一个哥的，那心里咋想的你知道？他还想当咱女婿啊？那可不行，绝对不行！
当时丁大明就喊：“赵三龙，你不能跟山杏那啥，他可有痨病。”这时候山杏一口血喷到赵三龙的脸，赵三龙他爷他奶都是得痨病死的，当时就吓完了，撒丫子跑啊，边跑边喊：“可不好啦，要命啊！痨病来了！”山杏得痨病了？装的，那咋能喷出血来呢？柳叶嫂子给做的血囊，把那鸡血用鸡肠子装上之后含到嘴里，咔一咬，血就喷出来了。啊，柳叶做的。那天我杀鸡，大命教我的，我就做了几个血囊给他了。后来山杏到老魏家，噗，又喷一口血，老魏家也不敢要了。那这么说，山杏回来了？回来了。这家伙你看这叭叭叭的，说他回来回去，你瞅着了？奶奶说的还有假呀？哎呀，热闹啊！哎，山杏，山杏，大小姐，山杏啊！哎呀，你回来了！昨天你真把大家吓坏了。哎，我听说这次亏了丁大命啊！还多亏了他，要不是丁大命，我现在就是土匪窝子里的压寨夫人了啊！你还想当压寨夫人呢？那有啥不愿意的呀？你们看啊，当这个压寨夫人是吧？骑着大马，披着斗篷，手持双枪，劫富济贫，除暴安良，老威风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，你说这丁大命耽误多少事儿啊？生生一桩好事让他给搅和了。三星，没事啊，我跟土匪说，把你再抢上山，接着做你的压寨夫人。好嘞！大别过来！吓的！反正我滚我！你干啥呢？这么一身……干啥？你说事儿。你看刚才给你兴奋的，跟那嗷嗷讲，不是你是真傻假傻呀？咋的了？还咋的了？人家丁大命舍了命把山杏从土匪窝子里给救回来，又从老魏家给骗回来，这意味着啥呀？啥呀？啥呀？山杏不走了，这不要紧，山杏对丁大命的情感加深了。我听着这事儿高兴，那是正常的。山杏回来了，丁大命追你的机会就少了，我追你的机会就增大了。可你听着这消息高兴，我咋就不明白为啥呢？哎，你跟我说你咋想的呀？我啥也没想。哎呀妈呀，大丫呀大丫，说你厚道那是夸你，实际上你就是看鸟飞也想上天的主，脑瓜子有病。滚！我愿意。我脑瓜子有病，你就离我远点。哎，你啥意思啊？你个死大丫，好赖不懂。菊花。唱的是1800多年前3个那个国家呀。爷爷。哎，梨花来了。啊，爷爷，哎我给您做了根新大褂，您看看。哎呀，梨花啊，你怎么又破费了？您上台说书，总穿旧大褂，也对不起观众啊。还是梨花心疼爷爷呀。我也没有别的亲人了，就剩爷爷您一个人了。我不心疼您，心疼谁呀？那年，你爹你娘一块儿走了，你命苦啊。要不，你怎么嫁给
关世才那个混蛋。爷爷，咱不提他了，行不行？不提，不提，不提了。哎，爷爷。老总。哎，爷爷，啥老总啊？您仔细看看，那是魏佳英。哎，爷爷，我，这不老魏的那个小子吗？你怎么穿这么一身衣服啊？他从奉天上学回来了，现在在守备团给佘团长当副官呢。你们俩唠，你们俩聊。咋还追进屋里来？百丽花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刚刚在大街上跟你打招呼，你非但不理我，还瞪我一眼。我哪得罪你了？过去不知道你啥人，现在算是知道了。我啥人啊？小人。你凭什么说我是小人啊？当初可是你说好了要等我的，我一回来你嫁给关世才了，你还说我是小人？论起来，你才是小人。我不是说了吗？那是因为我爹娘有病，我急需用钱。我倒是去你家借过，你爹一个没钱，10个没钱，生把我给打发了。最后还是老关家借钱给我的。你爹那么个态度，你又跟山信订了婚，我还想着嫁你，我不是自讨没趣吗？好，就算你嫁人有你的道理，你凭什么说我是小人？你家酒厂一把大火烧了个片瓦无根，山信他爹还愿意把女儿嫁给你，那是大仁大义呀。你呢？一听说山信得了痨病，你跑得比谁都快，说你是小人都屈了你。那是你没看见，山信那一口血喷出去，喷得老远了，那痨病老重了。你知道在城里那叫什么吗？那叫肺结核，那染上就得死人呐。梨花，我跟你说正经的啊，你也得离山信远一点，要不然传染上就没救了。就为这就把你吓跑了？那谁不得跑啊？染上不就死了吗？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！你什么意思啊？实话告诉你吧，山信他根本就没得痨病。不可能，我亲眼看见的。哼，那是他不想嫁给你，嘴里含了一个用鸡血鸡肠做的血囊，一咬破血就喷出来了嘛。我被骗了。哎，一个小小的花招，可算看出你是个傻人。上当了。上不上当也没用啊！山信那个脾气你还不知道，他宁可投河上吊，也不愿意嫁给你。我是妖魔鬼怪啊！哟，看你这样，你还真像妖魔鬼怪。姑娘，哎，咱走吧。吃点东西，这，吃完再走。啊，给我啊？嗯。呀，姑娘，你是这么好的东西，你留给山杏吃吧。哎呀，让你吃你就吃，怎么着，还生我的气呢？没有，我哪生您的气了？那我真吃了。吃吧。我不让你跟山杏好，也是没办法。不管怎么说，在这大梨树，关家也算是个大户人家。关家大小姐嫁给一个伙计，那还不得让人笑掉大牙？是，又笑掉大牙。东家，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我真没往那儿想啊。我对山杏就像哥哥对妹妹一样。话是那么说呀，有句老话说得好嘛，先叫姐后叫妹儿，叫来叫去全叫媳妇儿。东家，我真没往那儿想，你咋说啥你都不信呢？对，说啥我也不相信。你答应一件事儿，我就信了。东家，你说吧，啥事儿？只要你能信，我啥事都干。把大牙娶了。啥？娶大牙？磕巴了吧？大丫咋的了？
一提大牙跟你精成这样，人家大牙挺喜欢你的，你们俩挺合适的。东家，大牙是挺喜欢我，我们俩也是挺合适的，但我不能娶她。咋不能娶啊？你真没看出来假没看出来啊？那鬼火多喜欢大牙啊，晚上睡觉说梦话都喊大牙名，那喊的我都不知道他梦见啥了。你说我要把大牙娶了，这不属于剜了鬼火的心，揪了鬼火的肺，我不能干这事儿。你这小子呀，哼，只要不死你就有话说。东家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谁能证明你说的是实话呀，还是虚话呀？啊？那你得给我承诺一件事。啥事儿啊？别再打山杏的主意，一辈子不娶山杏。如果你敢承诺了，就算是对我的报恩。这话你敢说吗？东家，我敢说，我不打山杏的主意，我一辈子不娶山杏，这是承诺，也是报恩。说那石头硬，又说那个钢铁硬，再硬也硬不过好人的命。好人良心正，心正有好命，好命为家尽孝，好命为国尽忠。石头硬，又说那个钢铁硬，再硬也硬不过好人的命。好人良心正，心正有好命，好命为家尽孝，好命为国尽忠。真英雄。